你快睁眼瞅瞅铁蛋！王兴武，你前举报李二柱缺斤少两，他后脚就把俺妹子打成这样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！俺妹妹要有个3长2短，俺跟你狗日的没完！是俺没护好你们啊！爹，大爷吐血了，爹！快把老王爷抬走，晚了这2口子都得没气儿。哥，咱家是不是要散了？啊，这是重生了。上一世，因为那个该死的李二柱，娘磕死在晒谷场，爹急火攻心吐血走了，大翠和大江全被吴翠兰逼死。老天既然让俺重活一回，俺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让家破人亡的惨剧重演。哥，咱那大光卖铁工的书，你死了干啥？家都快散了，俺还念个啥书？甭哭，爹娘倒了，俺来扛家。以后哪个也甭想踩咱老王家一脚！快别愣着了，李二柱搁前头代发救济粮呢，晚了连渣子都捞不着。哥，俺饿。上一世俺跑去要粮，结果被李二柱打断了腿，不行，俺得想个法子。大王，你这是干啥？去大队找罗主任讨说法。哎呦，今儿大队值班的是李二图的表亲，这俩娃怕是要遭殃。当家的，王兴武真跑去大队告咱了，万一查下来，查，俺联系了刀疤，晚上10点野猪林交货，拿到那笔钱，明儿罗红春连咱脚印子都摸不着。成。不过今儿发亮，俺得去和二柱挺着点。翠兰，要是老王家今儿来领粮，俺保证，他老王家连一粒好糠都带不走。哟，这不是老王家大小子吗？你娘出事不医院伺候，来这儿干啥？俺找罗主任。找罗主任，罗主任昨晚熬夜开会，正补觉呢，谁也不见。俺今儿见不到罗主任，就不起来。这是家里出人命带孝了，还不是招惹了李二柱？这玩意儿头上绑白布，是要拼命啊！嘿，绑的丧布你给谁找回去呢？赶紧滚！给脸不要脸！你走不走？大江，哭，往死里嚎。罗主任啊，俺娘让李二柱打死了，俺们家都要饿死了！小兔崽子，你给俺闭嘴，别吵！大清早的，搁大队部门口吵吵嚷嚷啥？大队部是你们闹事的地方吗？罗主任，老王家这小子搁这撒泼，俺这就把他撵走，您别生气，赶紧滚！罗主任，李二柱借着发救济粮以次充好，拿欧烂发霉的沙土糊弄村民。你爹举报李二柱的事儿，大队还在查，别在这儿公报私仇乱咬人。富贵，把门关上。罗主任，李二柱把大队3斤好麦子全藏在地窖里头了。他今晚就要套车卖粮，现在查还来得及，明儿一早粮就没了。你就搁这儿满嘴跑火车。地窖，这事儿你一个后生咋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上一世，李二柱靠倒卖这批救济粮发了黑财，直到3年后严打才被抓。俺还知道他倒卖粮食的账本，就缝在他的枕头里。这事儿要是真的，整整3000斤救济粮没了，上面一查，我也得跟着蹲大驴。外面人多眼杂，
快进办公室细说。你娘刚从卫生院跑回来，去晒谷场领粮。李二柱和吴翠兰正堵着你娘和大翠欺负呢。王婶儿，大江托给你了。大文，你放心去。哥，俺要跟你去救娘。搁这儿待着，不许动。李富贵，去把大队的人给我叫来，带人去地窖。大文，你先去晒谷场。娘，快起来，咱不求他。王兴武不是跑大队告俺缺斤少两吗？自己怎么吐血进卫生院了？二柱兄弟，家里断顿了，求你给大文、大江留条活路。活路？行啊，那你当着大伙儿的面说，大队的麻袋是不是你偷的？只要你认了，俺就给你粮。是俺偷的。大家伙儿都听见了啊，这是他自己亲口认的。偷公家东西的贼只配吃猪食。俺问法，这粮筛筛洗洗还能吃。你就给老王家办簸箕红薯面吧。老林啊，你家下个月还要找大队借粮种吧？这秤盘准星，俺眼神不好，有时候容易看差。要是借出来的粮缺个10斤8斤的，你家大文打伤了俺家小壮，不赔俺10块钱医药费，这猪食你也别端走。他婶子家里1分钱都掏不出了，俺给你当牛做马，你行行好。快让开！林助理得罪了，李二柱在晒谷场要打死俺娘。大队罗主任，俺先过去，上车，俺带你过去取证。没钱，俺瞅你这大丫头倒是还能值2钱，去俺厂里干2年活，放开！别糟蹋俺家粮！臭小子，找死！李二柱，大队发下来的是好麦子，你敢拿着凹烂发臭的沙土冲账？这半袋子烂货就是专门给你们老王家留的。李二柱同志，你这种以次充好、公报私仇的行为是严重的违纪，你还殴打群众，我要马上上大队，拿2句大词唬谁呢？回你城里念书去！再敢多嘴，连你一块儿！现在动手揍他，顶多算个雇佣。罗主任这会儿刚到地窖，俺得拖住时间，把他的罪名砸实。大伙儿都听见没？他克扣好粮，以次充好，还敢当众打大队派来的林助理。李二柱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大队？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，在北屯俺的撑杆子就是王法。俺今儿就是明着整你老王家，俺不仅扣你粮，还要废了你。大文，快跑！杀人了！快拉开他！王大文，你松手，别打了。龙书记马上来了，你把他打死，你娘你没事管。不对，俺绝不能再犯上一世只知道死磕的魂。俺要的是他生不如死，绝不能搭上俺自己。罗洪春，拿他来压俺！呸！今儿大队部是俺表亲值班，有点风吹草动，早跑了报信了。只要拖过今晚，俺把粮一卖，全家远走高飞。在这北坡村，俺就是天。今儿罗洪真站在这儿，俺也照样打断你的腿。二柱，今晚10点野竹林那批大货备齐没？大半夜去野竹林，你哪来什么大货？李二柱是不是在干投机倒把的勾当？你认错人了，那是帮俺镇上亲戚收的几百斤破地瓜。
车辙印压得这么深，肯定是来拉重货的。李二柱，你当着全村的面把话清楚。先别声张，大白天跑这儿嚷嚷什么？大队的人就在后头盯着。你发什么二神经？货在地里，交住。今晚10点，一手交令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你赶紧滚！再多说2个字儿，咱俩都得吃枪子儿。大老远折腾俺一趟，连口水都不给，你拿俺当猴耍？什么地瓜得雇骡子车来拉？你糊弄鬼呢？你说的货到底是什么？向大队交代。俺自家亲戚走动，关你们屁事！谁再往前凑，明年1粒2种也别想进。拿去买酒，快走！2块钱咋把叫花子呢？不是你今早往镇上打电话叫来接头的吗？现在翻脸不认人？俺啥时候给你打过电话？俺一上午都在晒谷场盯车。电话不是他打的，是安打的。大将，在这吃汤，别乱跑。上士李二柱倒卖公粮的底细全被掀了出来，八哥的联络电话俺早就脑子里了。对，是俺二柱。八哥，大队查得紧，你现在就带钱过来验货。你们合起伙来给俺下套！货在你地窖里，俺今儿带了钱，这批货俺必须拉走。大文兄弟都是误会，这袋好面你扛回去，大伙儿都散了吧，该下地干活了。拿一袋好面堵俺的嘴，那剩下的几千斤好麦子呢？就活该装进你们碾米厂的私人口袋里。怪不得灌们都是发霉的瘪谷子，救命好粮全被你调包了。俺家娃饿的只能喝凉水，你们拿公家好粮去黑市卖钱，丧良心！大伙别信他，电话是他自己打的，他这是公报私仇，往俺头上扣屎盆子。俺家后院地掐了7、8年了，哪来的粮？这混小子就是眼红俺们管分粮。那老地窖都堆了好几年了，电话确实是大文打的，难道真是他设的局？全是特级好麦子，大队拨的救济粮全在这儿了。3000斤救命粮，今晚这粮要是让李二壮倒冲村，大队得饿死多少人？不行，现在绝不能乱，我得立刻去晒谷场把人按死。完了，二柱兜不住了，俺得赶紧把老李家摘出去。畜生！李二柱这个不要命的畜生！俺李怀山堂整辈子，咋生出这种丧良心的玩意儿？罗书记，从今往后俺没这个儿子，他死他活跟俺老李家没关系，您只管按规定办。要命了！二柱还在晒谷场上，要是被罗书记堵住，把帮他打马虎眼的事全惹出来，俺也得跟着蹲大狱。俺得赶紧去报信儿。富贵，你往哪儿走？罗书记，俺去把二柱抓过来给您磕头认罪。事情没查清之前，你哪儿也不许去。老张，留2个人把地窖锁死，谁也不准放进去。明白。剩下的人带上麻绳，走去晒谷场。大伙儿睁眼看看，王大文就是眼红俺们家，他想搞垮二柱，自己去占碾米厂的便宜。大家伙别信他，今早就是这姓王的打电话让俺来演戏，俺就说咋这么巧，原来这局是你自己凑的。大文，你咋能拿大伙的分量开玩笑？大兄弟，大文还是孩子，他不懂事，你们别跟他计较。大伙听见没？他亲娘都承认他在胡说八道，
他就是想狡猾分粮，让大伙饿肚子。李二柱，你说这外乡人是俺花钱雇来演戏的，那俺问你，要是全是一场戏，刚才翠兰婶儿干啥要扛出一袋好面给俺，求俺赶紧走？难不成翠兰婶儿也是俺雇来的演员，搭上一袋好面配合俺陷害你？还有，这外商人是来收几千斤大货的，兜里少说揣着几百块钱，俺王大文连锅都揭不开，上哪儿弄几百块钱给他当演戏的道具？少放屁！二狗，铁柱，给俺按住他！以后碾米厂的活都不想干了，是不是？给俺按住！今儿废了你！王大文，罗主任来了，你这算到头了。啊，打人了！大家伙都看见没？王大文当着罗书记的面下死手啊！罗书记您来的正好，快让人把他抓去蹲大律。罗书记，您得给俺们做主。大文兄弟，多亏了你提供的线索。罗书记跟大文握手，大文立什么大功啊？罗书记，俺只是见不得全村人吃发霉的粮。大伙儿听着，大队查了碾米厂后院的废弃地窖，从李二柱家地窖搜出3000斤特级好麦子，人赃俱获。你个丧良心的东西，还俺们救命粮！滚开，少碰俺！罗书记，俺们错了。按交代，这粮食是对，这粮食就是俺们老李家自己掏腰包买的。罗书记，你把俺娘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，自家的私粮凭啥归你？娘，你起来！二柱，你瞎咧着啥？闭嘴！顺着俺的话说，这无赖反应倒快，他这是要一条走到黑，肯定要咬住蛾子。李二柱，你干什么？让他把话说完。罗书记，这根本不是大队拨下来的救济粮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想抵赖？大家伙睁眼瞅瞅，大队的救济粮袋子上全印着红旗大队的红字，这几个破麻袋光秃秃的，连个印子都没有，这算哪门子公家粮？这是俺弟怀花高价从县城买回来给碾米厂周转的私粮。私粮？那他呢？他是镇上有名的黑市粮贩。坏了，今儿要是不顺着这小子咬死这私粮，罗洪春非把俺当投机倒把抓进去不可。没错，俺就是镇上收粮的，今儿专门带钱来拉李厂长家的私粮。罗书记，大队总不能明抢吧？没红印子，说不定真是老李家自己买的。王大文就是眼红俺爹承包了碾米厂，故意带人来抢俺们老李家的私产。这是私粮，那是自然，全村人都听见了。你真以为这袋子上没印子就能糊弄过去？说什么？老子听不懂。行，你非要死说是买来的私粮，那咱就在大伙面前拿真凭实证说话。李二柱，你家买的私粮收据在哪儿？
哪个老板卖给你的？什么收据啊？俺早把条子弄丢了，你管得着吗？根本就没收据，每天克扣的金属全记在黑账上了。黑账本？王大文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有种你拿出来给大家伙瞧瞧。你把黑账本缝在红枕头心里头了，对不对？放屁！那是绿花布枕头。胡咧咧什么？闭嘴！大家伙都听见没？他自己招了，连账本都缝在枕头里了，还敢说是私粮？真当俺们全都是傻子？我坑俺们全村的救命粮，你还想走？不关俺的事儿，俺什么都不知道。罗书记，要是真有黑账本，大队刚才去地窖的时候，怎么没去俺家搜？俺娘说的对，我去地窖封门抓现行，还没顾上去搜你的屋呢。你真以为大队查不出你们的底细啊？搜他屋，把黑账本搜出来，抓他去蹲大令。搜他屋，搜他屋，搜黑账。去几个人，现在就去李二柱家，把那个绿花花布枕带带。完了，账本一搜出来，二柱肯定把俺给他打掩护的事全咬出去，俺得抢在前面，把账本毁了。罗书记，俺去，俺是大队干事，这事儿交给俺办。李富贵，俺今儿大义灭亲，就算是表哥的屋，俺也绝对不包庇，俺保证把枕头给您带回来。大队谁去都行，就你不行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大队干事办案，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富贵表弟，你快去，俺替大队拦着这疯狗。他要回去找，赶紧抢账本，别让他再进屋。全完了。怎么回事？二柱咋样了？3000斤麦子，全村人都知道了。这个骚闷的畜生！这不算完，黑账本，二柱把黑账本的事儿也秃噜出来了。什么？他说什么了？绿花布枕头，王大文带着大队的人正往这儿赶，要找那个枕头。不是，你跑的鞋都丢了一只，赶着回来给谁报信儿？俺提前回来查出什么了？那个绿花布枕头呢？拿出来，拿出来！大文，你心里有气，跑来俺家闹，俺能理解。这桌上是200块钱，拿着，带你爹去看病，大翠买2身衣裳，地窖里的麦子大队全拉走，俺绝无二话。大文，
罗书记要的是你家那个绿花布枕头，你非要把授爵，拿俺老李家当软柿子捏。搜！李快山，大队办案，你敢阻碍公务，让开！搜！行啊，有种你们就往里进。二柱媳妇桂花正在屋内擦洗，不方便见人。你们谁敢往里闯，俺立刻敲锣告你们耍流氓！爹，外面是什么人？俺还没换好衣服呢，千万别让他们进来！误会，李厂长，俺们真不知道弟妹在里头。大门敞着，你们一群大老爷们硬往屋里闯。李厂长，大队也得交差，要不俺们退出去10分钟。放你娘的屁！桂花前天让磨盘砸烂了脚，这2天吃喝拉撒全在炕上，连裤腿都套不进去，你让他怎么穿？今儿非要等，就是逼着俺儿媳妇让你们违规入户搜检。你现在快一步试试，俺立刻去敲锣。耍流氓可是大罪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听见没？大队干部就能光天化日违规执法啊！后退，都给俺后退！大文，这可咋办？大文，这罪名咱背不起，要不先撤吧。大门在那边，不送。大文，你干啥？不能进！小兔崽子，你敢硬闯！俺不进门。这就叫脱了衣裳擦身子！你敢把大队当猴耍？脚趾子下不了柳，这鞋底的黄泥还没干，是自己长腿跑去晒谷场看热闹，又自己跑回来的。老东西，满嘴跑火车！把东西拿过来！不能拿走，这是俺老李家的命根子，还给俺！大文，帮忙，他要抢赃物！大文，不能让他毁掉证据。走，带回去。俺的账本啊，俺的命运啊！眼睁睁看着他们把账本抢走，俺可不在这等死啊！俺巴不得他们拿走。姑父，你动了手脚。姑父，您真神了！罗红春把俺盯得死死的，您是咋抽出空把账本换了的？罗红春光顾着去晒谷场抓人，忘了搜账本。人一急，眼前的东西反倒看不见了。还是姑父您心细，换了是俺，早把这茬漏了。走吧，去晒谷场看好戏。罗书记，枕头带回来了。大文好样的，没让这帮大耗子糊弄过去。大文这脑子转得快，给大队立了大功。罗书记，是俺们老李家猪油蒙了心，你看咱二柱出犯，留他一条活路嘛。王大文儿，你这是栽赃嫁祸，这破枕头里什么都没有。罗书记，东西拿来了，当大伙儿的面拆开吧。刀拿来。大伙儿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
今儿我就当着全村老少的面劈开这个枕头，把这帮蛀虫的黑账本戳。罗书记，这枕头要是劈开没东西，拿什么赔啊？滚开！大队办案，你敢撒泼？俺就坐着了，有本事你连俺一块儿劈。王大文，你敢泼俺一身水？罗书记，批。大文，使不得，不能真出人命。明知道这是老李家耍无赖，可今儿要是真见了红，俺就算掏出铁证，也成了乡亲们眼里不顾人命的活阎王。大文，账本再大也大不过人命，真出了人命，你晚上还能睡着觉吗？算娘求你了，别逼他了。你敢动到这枕头一下，俺就一头磕死在这儿，让全村人看看你们大队干部怎么欺压老百姓！龟嫂子，龟门嫂子，你帮俺求求情啊！二猪还年轻，不被他们逼死！哭个屁！让他拆。爹，那是咱家的账本，你是不是气糊涂了？当家，你咋？李宽山，你来的正好，地窖里那3000斤救济粮，你今儿当着全村的面说明白。罗书记，话不能乱讲，那是俺老李家自己攒的私粮，准备拉到镇上卖的。你放屁！刚才搜地窖的时候，跪在地上扇自己嘴巴，说不认二柱这个儿子，现在跑这儿什么硬汉？你们拿着麻绳冲进俺家，俺一个平头老百姓能不哆嗦？俺要是不认怂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把俺按在地上屈打成招？废什么话！罗书记，开账本。小雪，你给大家念念。3月5号，赵瞎子应发20斤，实发20斤，无短缺。不对劲。3月8号，张寡妇应发10斤，实发10斤，无扣留。罗书记，这本子不是黑账，救济粮账目记得清楚楚，1斤1两都没克扣。大儿，你这回瘪了吧？你不是说俺贪粮吗？你倒是给大伙念念，俺贪了哪1两？大伙儿听见了吧？俺家二柱为了保护大队的账本不被耗子啃，天天塞在枕头底下枕着睡觉。王大文，俺全村人的救命粮造谣，今儿必须给俺李家，给全村老少爷们一个交代。闹了半天，合着是乌龙。大文，你这不让大伙的肚子开玩笑吗？就是，害得我们差点打错人。你不是能闹吗？接着闹啊！当着罗书记的面说说该怎么治你这造谣的毛病。罗书记，这本是假的，真的被他们藏起来了。放屁！你长了2张嘴，正的反的全让你说了。是你一口咬定枕头里藏黑账，今儿不给说法，别想走出晒谷场。大文，你先前说的黑账，眼下怎么讲？假的真不了。小雪竹叶对过了，一点毛病挑不下，你空口说白话，让人怎么信你？罗书记，他家出事心里有气，就拿我们撒疯。今儿不办他，以后谁都学着瞎闹。罗书记，大文是急糊涂了，您千万别处分他。娘，站直了，咱没做亏事儿，不跪。李二柱，你别得理不饶人，这账本还没彻底核实完。李丫头，白纸黑字摆着，你还要偏袒这小子？李二柱，先把绳子放下。大文，现在跟我回大队部写份检讨。写检讨哪够？俺绑了你的造谣的种，可瘪犊子还敢躲？张敢躲？
大文兄弟，别怨哥，是你自个儿不识相。老子帮你按着！求你们别打我！你儿子打人的时候，你咋不吭声？放开俺娘！跑啊！你倒是在跑啊！松嘴！你给老子松嘴！松开！你属狗的！富贵，快把它拽开！哎呦，这咬的可真狠呐！老王家这回怕是真要完蛋了。咬人这事闹大，大文非对大不可，活该！谁让他平白无故冤枉人李家，全村都看着，丢人现眼。大文，你松嘴啊！你不能咬人啊！王大文，你无法无天！老张找粗绳，把他双手双脚都给我捆死！捆脚顶个屁用！这疯狗还会咬人！二柱，拿麻袋套他脑袋，看他还怎么咬！你们这能咬吗？老子把脑袋罩上，看你还往哪下嘴！看你在里面怎么逞能！套得好，就该把这疯小子捆起来扔圈去！这麻袋都带红印子，红旗，这是公家麻袋。俺明白了，他们把麻袋翻过来用了，还敢争！给老子按住！这麻袋里头是不是有啥东西？看不清啊！大文跟疯了似的。松嘴！你给老子松嘴，见没有？这是公家的麻袋，上头印着字儿呢。大伙儿都看清楚了吧？这麻袋外边没字儿，里边印着红旗大队。还真是。二柱，这不是你家买的私粮吗？私粮你翻麻袋干啥？这不是做贼心虚吗？放你娘的屁！这麻袋是俺家收破烂收来的旧麻袋，上头有字咋？有字不是俺家的了？大伟，你也是个读过书的人，收来的旧麻袋上有字，那不是再正常不过事儿。行，那你告诉俺，这是哪年哪月收来的旧麻袋？这印子新鲜的很，不像用过几年的旧物日。对，俺家那旧麻袋用2年就磨得只剩半个字了。你管他信不信，反正是俺家的东西。王大文，你再敢多嘴，老子揍死你！闭嘴！大文，对不住，是我没查清楚，差点冤枉了你。大伙儿都看见了，这是咱们公家的粮袋，就算是公家的麻袋又咋了？俺拿公家麻袋装自家粮，犯哪条王法了？你说，地窖里的麻袋翻过来里头有没有字儿？老张，带着所有人，现在就去碾米厂后院地窖，把所有麻袋全部翻过来，一个不许漏。他娘的，大队是不是去搬粮了？师哥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俺问你，地窖里那3000斤全得拉回来，是不是？是，一袋不剩。那这趟白跑了。俺大老远赶着骡子车过来，一粒粮没拉着，还得蹲你们村的局子。大哥，你先相送。俺不管，你们李家今儿必须给俺个说法，要么让把粮拉走，要么让俺走人。粮拉不走了，人你也走不了，外边全是村里的人。那你说咋办？俺就在这等着被抓。俺去请个能压住罗洪春的人来。你们村还有这号人？北坡村的老村长，他说话比罗洪春好使。镇上粮站刘主任见了俺太爷都得递烟，罗洪春一个大队书记算个啥？那你赶紧去请啊！俺这就去，你在这儿安心等着，外头这些村民应付着点，等俺太爷一来，啥都好说。去吧去吧，俺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你刚才那富贵嘀咕啥呢？俺说你们村这出戏比镇上样板戏还热闹。热闹？你也不看看你自个儿啥处境？俺啥穷劲？你们等着瞧吧，等会儿你们村的大人物来了，这局面还不一定谁说了算。大人物谁呀？哼！老赵，地窖的粮都在这儿了，挨个翻。有字儿，红旗大队，这条也有，俺这条也有。老罗，全翻完了，每一袋里头都印着红旗大队。冤枉啊！天大的冤枉啊！这还冤枉？麻袋上全印着大队的字儿。罗洪春，你这是往死里整俺老李家！这麻袋是俺从大队借的，借条都写过的。借条呢？丢了，都几年了，谁还留那玩意儿？借条丢了，这也太巧了吧！想想，俺李怀山啥时候干过缺德事儿？这粮食俺是要留着统一调配的。统一调配，分粮发粮是大队的事儿，你替大队操什么心？大队那点粮够干啥？俺是存着粮，万一谁家断队了，俺能死不救？对，俺爹说的对，俺家是为全村人着想，不领情就算了，还敢来闹。俺们话撂这儿，谁敢动俺家一根手指头，老子记他一辈子。大伙儿别怕，这粮可是咱全村的救命粮。大文说的对，俺家娃都快饿脱性了，拿救济粮发财。对，不能让他把粮祸害了。你们敢？谁敢过来？太爷，救命啊！出大事了！
富贵，好好说话，谁要你的命了？罗书记要抓俺姑父二柱哥。洪春办事向来有分寸，淮山到底犯了啥事惹众怒？就是大队发粮的事儿，他们在俺姑父家地窖里翻出了公家的粮，公粮造假，这账你掺和进去没有？俺就是跑个腿儿，账本是二柱管的，俺啥也不知道啊！混账东西！李家祖上的脸都被你们这帮不孝子孙丢尽了！哎呀，您别打了，俺知道错了。可您要是再不去，全村人拿着锄头能把俺姑父打死。作孽啊！前头带路，你们敢？谁敢过来？罗书记，证据您都看见了，公家的粮反正装，藏着卖，这事儿您得给全村一个交代。老张在，把李二柱手里的砖头下了，把人给我铐了。老罗，他手里有家伙。我说铐了，出事我顶着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老子真砸了！松开！你们都给老子松开！你说句话！罗洪春，你真要动俺儿子？是你儿子先动全村的粮。大白天的，闹哄哄的要干啥？村长，浩德叔，您当心脚下。二柱，还搁那梗着脖子拧巴啥？嫌李家的脸丢的不够，给我站直了！太爷，你可得给俺做主啊！他们一帮人围着俺，又是按又是拧的，俺胳膊都快断了。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给我站一边！洪春啊，到底多大的事儿，非要闹得全村人在这儿看笑话？老叔，李二柱把大队的公粮换了包装，藏进他自家地窖，人赃并获，这事儿性质恶劣，必须依法处理。淮山，粮卖了没有？那就是还没卖出去。洪春，粮没丢没卖，损失还没造成，这事儿在村里内部解决就行，用不着上报。老叔，这是3000斤公粮，我知道是公粮，但传出去丢的不是李淮山的脸，是咱北坡村的脸。还是大爷明事理，不像有些人逮着点事儿就往死里整。老叔说的在理，粮一颗没少，都在晒谷场上摆着。老叔，他把公家的麻袋翻过来用，账本也换了假的，这是有意不纯。你当书记几年了，就知道认死理，村里的脸面你就不管了？我知道你是为公家着想，但做事讲究个分寸，粮没丢，人没伤，你非得把人往死路上逼。老村长，这是贪污，不是小偷小摸，凭什么内部解决？凭我是这北坡村的老骨头。就是，罗书记，你为了显摆你能耐，非要端了全村人的饭碗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还是老村长处处为大伙儿着想。大文儿，要不今儿这事儿，洪春，你看看你这样子，一个大队书记连个处理意见都拿不出来，磨磨唧唧像个什么话？既然洪春拿不定主意，那我替他定个调：粮回拉大队，二柱回家反省，李家再出50斤棒子面给在场的乡亲们分了。乡里乡亲的和气生财，这个处理大伙儿赞成，谁反对？俺反对。你凭啥反对？您这个调是为全村，还是为你李家？你疯了！这是老村长，你咋能这么跟长辈说话？快认错！娘，李家拿50斤棒子面打发全村，100多号人，一家分不到半碗糊糊。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他也给你台阶，你都不下。大文啊，你是咱们村少有的读书人，脑子活，眼光尖。今儿你挑出这堆麻袋，为大伙揪出了蛀虫，是个有功的好后生。但你书读得多，得懂大局。事儿闹大了，李家完了，村里的人心也散了，你忍心？老村长，您说的对，俺是读过书，可俺读书那会儿教俺语文的，就是您。大伙做人要正直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心里要有一杆秤。大文，你爹供你读书不容易，好好念，念出个名堂来，别学那些歪门邪道。您当年教俺们，做人心里要有一杆秤，不能走歪门邪道。这些道理，您教俺的，俺都还记得。难道
您自己忘了吗？太爷，您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，什么正直不正直的，他就是想搞垮俺家。老叔，二柱说话冲，您别往心里去。但他说的不假，就是村的规矩。今儿被个娃娃几句话推倒了，往后谁还听您的？大文，你说的那些道理，俺没忘，但村里有村里的难处，你年轻不懂。今儿这事儿，就按俺说的办。洪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带人把粮拉回大队，让自家人回去反省。老罗，这粮还拉不拉？洪春，我跟你说话，听见没有？老张，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管不管用？动手搬粮。搬吧。搬。我看今儿谁敢搬！老叔，我敬您一辈子，但今儿这事儿，您办的不公。这是3000斤公家粮，我罗洪春哪怕这个大队支书不干了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家的粮变成一笔糊涂账。今儿只要我站在这儿，这粮谁也别想动。罗书记，俺跟您站一块儿。大家伙都看见了，罗洪春这是要造反，王大文这是要把咱们村搅得天翻地覆。太爷辛辛苦苦辈子为的是谁？为的是咱北坡村。你们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太爷哪件事不是为你们着想？可现在呢？罗洪春为了显摆他能耐，要毁了这个村，要毁了太爷一辈子的名声。你们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跟俺一起把这些搅屎棍赶出去，北坡村不养白眼狼。老村长一辈子不容易，不能让人这么顶撞。可大文说的也有道理，那粮确实是公家的，李家的做的不对。公家给你家分过几斤粮？老村长逢年过节可没少接济你。俺宁可喝西北风，也不替偷粮的贼背黑锅。罗书记和大文站里。滚开！你敢碰罗书记家试试？够了！都是北坡的乡亲，闹成这样，像什么话？老村长，使不得！洪春，淮山一家是糊涂，看在我这张老脸的份上，给他们一条路走。老叔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说话！罗洪春，太爷这么大年纪给你弯腰，你受得起吗？属下脸都不要了。罗洪春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该知道怎么办。大家伙评评理，太爷都这样了，他们还要往上爬，这叫理不饶人。李二柱，你少拿村长当你们家的挡箭牌！老村长，您这一弯腰，罗书记受不起，全村人都受不起。但今儿这事儿不是谁弯腰就能过去的。俺知道，在老村长面前讲这些是不恭敬。村里讲人情、讲规矩、讲长辈说了算。可乡规管得了村里的红白事，管得了东家借西家的米，也得符合国家的法律要求，不是？老村长，今儿这杆秤亮的是国法，不是人情。李二柱偷卖公粮，这是犯法，赔粮道歉糊弄不了。您今儿护着他，他明儿胆更大，后儿敢把粮仓搬光，到时候您还能替他去蹲大狱。贵芬嫂子，你家文是带种的好汉。大文这书没白念，脑子比咱们清楚。他爹要是看见，罢了，这事儿
我不管了。太爷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俺怎么办？老张，拿绳子把李二柱捆了，押回大队。爹，你说话啊！俺可是照着你的意思。爹，你打那粮食是你让俺。大家的，你疯了！不想蹲大狱就把嘴闭上。接下来俺说啥你认啥，敢多说半个字儿，这辈子别想出来。罗书记，俺李怀山教子无方，养出这么个偷公粮的畜生。俺给大伙儿赔罪了。刚才还嘴硬说私粮，这会儿又认了，见风倒呗。大文，你是咱村最有出息的后生，二柱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你揭发的好，俺替他给你赔不是。黎叔，赔不是就免了，把二柱绳之以法，俺就心满意足了。你行行好，你跟罗书记求个情，二柱还年轻，不能蹲大牢啊！俺给你磕头了。回头是俺大罪，采俺家粮的时候，咋没想过俺也有儿有女？畜生！你给俺看看，这分粮账本上面记的都是啥？不好！二柱，你看看你都干了啥好事？对，账本。二柱疯了，他吃账本。老张，把他按住。抓俺！俺就算进去，你们谁也别想吃俺剩饭，俺剩饭着。踩烂他！踩烂他！老实点！罗书记，账本让李二柱毁了，拼不回去了。李二柱，那是全村人的分粮账，你撕了他干啥？俺干啥？俺都要蹲大狱了，俺管你们死活！俺家今年的口粮还没领呢，这可咋办？对呀，俺家也是，没了大队凭啥给俺发粮？大伙儿别慌，账不毁了，粮还在，全在这晒谷场上。罗书记和大队一定会给大伙儿一个交代。大文说的对，大队不会少任何一家的粮。对，粮在就行。畜生，你把分粮账本撕了，大伙儿每家每户领了多少，差多少，一下子上哪核对清楚？这话咋说？李传山，你少在这儿挑拨！俺儿子刚把账本撕了，俺这是替大家伙着急。没了账本，大队凭啥给你们组织发粮？罗书记，李厂长说的也有点道理，账本没了，咱的份额咋算？对呀，罗书记，你得给个说法。大伙静一
别听他胡说，俺胡说什么了？俺就是替大家伙问个明白。你口口声声说不缺粮，可账本没了，你拿啥证明？俺家老赵该分50斤麦子，账本上记得清清楚。现在账本没了，你认不认？认。老林，你家呢？你家该分多少？你自个儿说得清。俺记得是30斤，可俺咋记得账本上给你家记的是10斤呢？啥？10斤？凭啥？俺家5口人10斤粮够干啥？这就是没账本的难处。郭宣氏，你说30斤，老超说50斤，回头大队说给你10斤，俺不干。俺家呢？俺家该分多少？该分多少？俺家干的活不比老赵家少，俺要60斤。大文，这事儿你看咋办？今儿的粮先不分了，今儿这粮先封存。大队干部回去连夜核对每家每户的底账，核对清楚了再发粮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你们几个把粮拉回大队。乡亲们，先散了。罗书记，您这话说的轻巧，底账不也是人记的？谁知道有没有改过？李怀山，你什么意思？俺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替大伙担心。乡亲们，你们想想，粮拉回大队，就不是你们能说了算的了。上头批不批，啥时候批，多少谁知道？李厂长说的对，粮不能拉走。对，粮就在这儿，凭啥拉走？分什么分？账本都没了，还分个屁！不如自己拿，谁抢着是谁的。二柱，你闭嘴！乡亲们，俺李怀山对不住大伙儿。地窖里那3000斤，虽说有部分是俺家的私粮，但今儿个俺做主了，这堆粮，俺家的那份无偿送给乡亲们，能拿多少算多少，凭自个儿本事拿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拿着，这是碾米厂的黑账，还有50块钱，往镇上走。爹，那你怎么办？罗洪春和王大玩还搬不倒你爹，你赶紧跑！罗书记，李二柱要跑！老张，带2个人去追，让开！俺跟你们一起去抓那个畜生！哎呦，俺的腰！当家的，大哥，鞭子给俺！二柱，你他娘的害俺蹲这儿半天，还敢来要车？少废话，借你车用用。李二柱，站住！抓干啥？是李二柱抢俺的车，老实点儿！你跟李二柱是一伙的。王大文，你给俺等着！老子早晚回来弄死来，弄死你！大文，没追上，骡子车追不上。跑了一个，这不还有一个？让我们过去，这是我们的粮，是我们的粮。你说你逞什么激情啊？罗书记，李二柱抢了骡子车跑了，俺没追上，
跑了，跑了！你们几个年轻力壮的干事，连一个李二柱都追不上。李叔，你刚才不是说要一起去抓吗？怎么这会儿躺地上了？你推俺这老妖闪了，你还连说？你挡俺路，俺不推你推谁？王大文，你别欺人太甚！够了，先把这黑市粮费给我押回大队部。老张，带人清点晒谷场剩下的粮，全拉回大队封村。李宽山，你个老狐狸，你说好了不会出事，俺他娘！李叔，俺有几件事想不明白，想当面请教。你说，你让二柱撕账本的时候，是不是早就想好了？账本一毁，乡亲们一抢，二柱趁乱跑，后生家别满嘴胡话。账本是那书生自己撕的，俺的腰也是被你推坏的。你这腰是俺推的，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，您自个儿清楚。乡亲们，碾米承包人李二柱利用分粮职权，长期克扣救济粮进行倒卖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那李宽山呢？他没掺和。大队对此将继续深入调查。今儿我先宣布几项决定：第一，通缉李二柱；第二，剥夺李家碾米厂的成权，好就该收回来了。第三，李家赔偿王兴武家养料费200元，赔偿大队被损毁的公粮麻袋折价50元。罗书记，这你家的私粮，你不是说无偿送给乡亲们吗？那300斤现场分给今儿在场的困难户。老张，你负责分。罗书记公道。还有一条，王大文在。这次能揪出李二柱，全靠王大文，是他第一个揭发藏粮。大文，我代表大队，谢谢你。罗书记，俺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儿，做得好。大队决定补发你家之前被克扣的全部救济粮，另奖励好粮100斤。你爹王兴在魏润市的医药费，大队给你报销。今儿分粮暂停，等重新核实完底价，3天后重新分。都散了吧。大文好样的，要不是你，这3000斤粮进了老李家的口袋。贵芬嫂子，你家大文是咱村的恩人，你养了个好儿子。大文，喝口水。娘，你先喝。大文儿，你爹要是知道今儿的事儿，不定多高兴。爹在魏仁好好养着，等咱把粮领回去，俺就去看他。你跟大翠在家，再不用饿肚子了。你撕录取通知书，娘心里跟刀割似的。娘，罗书记说了，等碾米厂收回大队，村里要重新选人管粮，咱家的日子会好起来的。你刚才站在麻袋堆上跟全村人说话的样子真威风，那些人本来都在抢粮，一听你说话就停下了。你也不赖，你跟娘护着咱家的粮，都没怂。那当然，往后俺也要像哥一样。行了，别学你哥逞诚。走，回家，给你擀面条吃。娘，咱家还有白面。上次你王婶偷偷给俺塞了半斤，一直没舍得吃，一直没谢。今儿高兴，咱吃顿好的。老王家这回算是熬出头了，大文这小子真能扛事儿。王大文，俺老李家跟你没完！洗手去。咱家这回分的粮够了，往后不用顿顿喝糊糊了。哥，俺在村口听说你把李二柱揍了，是真的不？没揍，是他自己摔的。大江，吃饭，别听外头瞎传。你看啥？快吃！娘，往后俺天天能白面不？粮够了，你想吃娘就给你做。那爹啥时候回来？爹回来咱家就全了。哥，爹的医药费大队不是也报销吗？大队报了一部分，但魏如燕的医生说了，爹得去县医院照个片子。照啥片子？你爹之前吐了血，
光吃药不行，得照性病儿。县医院不比卫生任，一去至少得花这个数。30块。300。娘，今年分的粮够吃了，还余不少，不行先卖一部分，爹的病不能拖。赵叔、林叔，你们这是？大文，啥也别说了，这是俺家那2只老母鸡攒的蛋，给你爹补补身子。老赵大哥，这可使不得，你家贵芬嫂子，要不是大文今儿在死咬着李二柱不放，俺家那几十被李家坑没了，这个几鸡蛋算个啥？大文，俺家没啥好东西，这点棒子面你收下。大文，听说你爹住院等着用钱，俺几家凑了15块钱，你先拿去救急。叔，这钱俺绝对不能要，你们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块钱，你嫌少？不是，拿着。大文，你替全村人保住了命根子，咱北坡村的老少爷们不能看你家作难。行了，行了，东西送到了，咱们回。说，大文，大伙儿的心意，咱得记一辈子。还没睡？就睡了。娘，你进来。你刚才看啥呢？这通知书你没扔？没扔。你要是还想读书，娘去跟你大舅借点钱。爹还在病床上躺着，大翠和大江还得长身体，这家现在离不开俺。那书就不读了？不读了，还有别的路走。啥路？娘，李家的碾米厂被大队收回去了，那厂子是个生钱的聚宝盆，就是李环山父子贪心不足才搞烂了。大文，你提那碾米厂干啥？那可是公家的烂摊子了。公家的也得有人带头干，俺算过账了，只要经营得当，那厂子不仅能赚钱，还能在全村过上好日子。你啥意思？娘，俺不去县城了，俺要在村里把泥厂承包下来。当家的，你这腰还疼不？要不俺去镇上给你抓2副膏药。疼啥疼？早不疼了。你这腰没事儿？扯淡，就他推那下能伤软？那你白天在晒谷场嚎那么大声干啥？妇道人家懂个屁！罗红春当时眼睛都红，俺要是全虚全伪的站在那儿，他当场把俺也扣下审问。当家的还是你脑子好使。这笔账没完，碾米厂就算收回去了，只要俺不点头，他王大文连个骨壳都撵不出来。哎呦，壮，你这是掉沟里了，这头上的包咋弄的？娘，爹，俺被人打了。王大江打你，你这身板比他壮一圈，你没长手啊？他先动的手，俺还手了。你说清楚！俺跟狗剩在村口玩，王大江一个人蹲那儿拿树枝画画，俺过去踢了他画的画，他就急了。你踢他画干啥？他哥把咱家碾米厂弄没了，俺还不能踢他2脚。打得好，你个不长眼的畜生！当家的，你咋帮着外人说话？你长没长脑子？王家现在得势，村里人全捧着王大文，你上赶着去招惹王大江，不是找揍是干啥？那就让他在村口横着走，咱家凭啥怕他家？你要是有你二哥那胆量，你就去跟王大江打，打完了王大文找上门来，你自己顶着，别指望俺给你擦屁股。俺知道了。这2天你俩全给俺缩在家里，谁要是再出去，快打断他的腿！爹娘，二柱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桂花，你还没睡？俺睡不着，外头说啥的都有，有说抢了2板子车跑镇上了，有说他钻进深山老林了。爹，二柱到底在哪儿？桂花，你别急，坐下说。俺能不急吗？那是俺男人，他跑了，俺咋办？爹，你说句话，二柱是你亲儿，你把他弄哪儿去了？俺让他跑的。你让他跑的？不跑，等着罗红春抓他去蹲大溜。那他跑哪儿去了？你不用管他跑哪儿去了，二柱在外面比回来强。桂花，娘知道苦了你了，可二柱没进去，你要往好处想。俺嫁过来才2年，男人跑了，碾米厂被封了，俺在这村里还怎么做人？当家的，那二柱啥时候能回来？他不能在外头躲一辈子。很快，俺不但要他回来，还要他风光光光的回村。大队正通缉他呢，他咋风光回来？刀疤进去，可外头水里还有更肥的鱼，只要二猪挑几个大的咬住，
那这张通缉令就得变成戴在他胸口的大红花。哥，村口那么多人看啥呢？大文，你快去看看，李二柱回村了。哥，他不是跑了吗？咋敢回来？走，看看去。罗书记，这次县里能捣毁跨乡的黑市盗粮窝点，全靠二柱同志提供的线索。马主任，线索是好线索，可他之前偷拿救济粮的事，镇里开会定了调子，这叫将功补过。通缉令已经撤了，人我今儿完完整整的送回你们北坡村。镇里既然下了文，大队照办。马主任费心了，我一定让二柱挨家挨户去给乡亲们赔不是。赵叔，以前是俺糊涂，这点事您收下，全当俺给大伙儿赔罪。好，知错就改，还是好呼声。大文兄弟，哥今儿特意来给你家赔罪，之前的事儿是哥对不住你。哎呦，咋全发光了？兄弟，真是对不住。走到你家这儿，赔罪的粮正好发的一粒不剩了。下次哥一定补上。兄弟啊，咱们两家以后还得再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这事儿就算接过去了。掀了俺家的锅，俺给你翻篇儿。做梦！靠出卖同伙换来的红花，带着不嫌臊的慌。你说啥？你的粮俺家不稀罕，你自己留着吃，别哪天又进去了，吃不着热乎。燕米重新发包了。乡亲们安静一下，北坡村碾米厂即日起重新发包，有意承包的3天内到大队部找林小雪报名。那转米厂可是下金蛋的鸡，全村100来户，谁家不吃米面？只要机器一开，加工费哗哗兜里流。来了，俺等的就是这个。罗书记，俺报名。小雪，给俺一张，俺家以前开过磨坊，碾米的活儿俺熟。俺也报，俺有的是力气，机器坏了自己修。好家伙，这次碾米厂要强迫了。爹，不好了！罗洪春那个老顽固，真把碾米厂拿出来全村竞标了。那咱家的摇钱树不就成别人的了？大队部门口全封了，都在那儿排队报名登记，连王大文那个穷光蛋也把名字写上了。王大文掀了俺家的锅，害俺在外头躲了1个月，现在他还想抢俺家的买卖，俺咽不下这口气。慌啥？俺能拿到年卖1场，就能到第2次。爹，还是你有主意。这一次，俺不但要拿回场，还要让他老王家这辈子翻不了身。大文，这里头是300块钱，娘把家里能换钱的物件都倒腾了，又找你舅凑了点儿，你拿去用。哥，这是俺上次卖草药吊攒的，不多，你拿着。你的钱俺不要，留着买本子和笔。俺不，娘说了，等你包了厂子挣了钱，再给俺买新衣裳。大文，钱是凑够了，可那碾米厂的机器你会开不？要是3天2头坏，咱家赔都赔不起。娘，你放心，俺有谱。娘不知道，上辈子俺在深圳干了10年，管过2条生产线，论核算成本、机器维修，
十里八乡没人比得过俺。去吧。竞标还没开始啊，往里挤啥？退后，退后。你听说没？昨晚李家挨家挨户串门来着。串啥门？劝退呗。说要是他们包了场子，往后年米给半价。老林家当场就说不跑了。大文也到了，人齐了吧？赵叔，你不退？俺不退，俺家以前开磨坊，这厂子谁包俺都认，凭本事说话。哟，这不是李厂长吗？你家碾米厂都让大队收回去了，还来竞标啊？哼，就是，去镇上转了一圈，大红花一戴，真当自己是啥好鸟了？放干净点，老子是镇里挂了号的功臣，信不信老子大耳刮子抽你？大伙儿别急眼，大队没哪条规矩写着，俺老李家不能来竞标吧？俺又没说不能来。那你刚才笑啥？这厂子以前是俺家管的，机器哪台好哪台坏，俺爹心里有数。你们谁比他更懂碾米厂？二柱儿，别吵，乡亲们开个玩笑，你急啥？谁要是有意见，可以找罗书记反映，别在这儿吵吵。大家安静，罗书记马上到。都到了，等等，罗书记，还有一位没到。谁呀？这是？不像咱村的人。马主任，您可算到了，俺爹昨天就念叨您。这位是镇粮站的马主任，今儿竞标，俺特意请领导来把把关，做个见证。马主任，欢迎，请前排入座。这大队部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大文，你年轻，腿脚好，你给马主任让个座，站一会儿不碍事吧？你读了几年书，连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赶紧让座！马主任是领导，俺尊重。但你凭啥替俺决定俺该坐哪儿？你说啥？俺说你上来就动手，是竞标还是打架？大文说的对，凭啥让他上座？他又不是服务员。别吵吵，看罗书记咋说。大文，挪坐你的，去隔壁搬把椅子来。这是。罗书记，隔壁房间的椅子都搬去修了，一把没剩。罗书记，今儿竞标每家只来一个代表，赵老衲一个人，王麻子一个人，二小替他爹来的，也算一个。李家来了2个，不如李家让出一个座位给马主任，这样既不用加座，也不用谁站着。有道理，一家一个代表，合情合理。马主任，您坐这儿。俺也是来竞标的，俺站着算回事，那俺能坐？闭嘴！马主任大老远来给咱撑腰，你不让座？闲话少说，说正事。大队把碾米厂收回来，重新发包，是让乡亲们都能吃上细粮，不是把厂子当成当场吸大伙血的摇钱树。
罗书记说的对。好，那现在正式开始竞标。今年的承包底价，大队常委会定的是100块。100块？罗书记，为啥还要交钱？柴油要钱不？修机器要钱不？定这100块是大队算过细账的。100块就100块，罗书记，俺出110。老衲你别跟俺抢，俺出130。机器坏了，俺自己买零件，绝不大队要1分补贴。俺找亲戚东拼修，满算也就凑了80块钱，连底价都不够。这厂子俺不包了，俺退出。俺出200。200，俺不跟了。210，俺可是把娶媳妇的本都拿出来了。220， 250，算了，俺退出。这价保下来得喝西北风。260， 280。大文继续喊啊！俺听说你要把能卖卖的全卖了，满打算也就凑了300块，你咋不把那300全喊出来？啊！没钱就赶紧滚蛋，这厂子归俺家了。等等，大文，你为啥不跟了？罗书记，俺跟不起，不是俺没钱，是因为俺算了一笔账。大队那台柴油机1年最多收300块加工费，里输出290，刨去柴油和修机器的钱，1年至少倒贴100多。俺家愿意贴钱，你管得着吗？你是打算在乡亲们身上赚回来，等厂子到手就把1分钱1斤的加工费涨到2分3分。啥？涨3分钱？那俺家1年得多掏10几块。李快闪，你个黑心干的，你敢涨价，俺们砸了你的厂子！大伙儿别听他瞎说，俺没想涨价。好。既然不涨价，你现在当着罗书记的面立下白纸黑字的字据，这厂子俺王大文立马退出。俺凭啥给你写承诺？价高者得，你出不起钱就别在这搅和。大队出包是为了让乡亲们得实惠，不是谁出钱多就归谁。既然大文带了300块，今天的承包上限就锁死在300，谁也不准再往上喊。罗书记，我说2句。马主任，请讲。比条件那就比实在的，承包厂子不是嘴把式，机器转不起来，说啥都白谈。我认为。谁能搞定机器，厂子就归谁。听见没？马主任都发话了，你个连皮带都没摸的书呆子，赶紧哪儿快哪儿待着去。马主任说的对，懂机器才是硬道理。大队那台柴油机早坏了，咱们现在就去厂房，谁先修好机让它转起来，厂子就归谁。敢不敢比？这工具箱是俺家去年买的，今儿比试谁的工具谁用，俺不借。你还要不要脸？大文空手来的，你不借工具，让他拿牙啃。马主任，自带零件还不借工具，这比试不公平吧？老李家准备充分，带了零件，这是本事。大文同志要是修不了，直接认输也行。大文，站边上看好了，看俺咋让这铁疙瘩活过来。你提前买好零件，早知道机器哪儿坏了，这还比个炮？这叫对集体财产上心。大文要是平时多来看看机器，也能提前好。你看俺的，油路堵死，气门间隙乱了，换个喷油嘴就想让它转，你当这是推车呢？让开，俺教教你啥叫修机器。转了！大文把机器修转了。罗书记、马主任，机器俺修好了，按刚才的规矩，承包合同可以签了吧？罗书记，先别急。镇上刚下的规矩，村办加工点得有合格证，粮站才收粮。半月前俺去镇上办的，凡事得走在前头。我按规矩来，没证撵出来的米粮站一粒不收，
听见没？机器归你赚的安排，你签了字也没销路，大伙儿跟着你喝西北风。郑局长，您怎么下乡了？哪位是罗书记？我是罗洪春，我来找个人。这份北坡村农产品深加固与县企直供方略是你们村谁递到县局的？俺写的，俺叫王大文，产销一体化，粮咖分离，直接对口县企。大文同志，县里几个厂长都没你这觉悟，缩短供应链，砍掉中间环节，大队利润能翻番，县企成本能降。啥供啥链，咱大队哪有铁链子让你砍？拽两句酸词还真把自己当大干部。没文化就多读书，少在这儿丢人现眼。县委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份方略，县纺织厂正缺细粮职工基地，县里定了，拿你们村做职工试点，收购价比镇粮站高，县局直接结算。郑组长，他连镇里的合格证都没有，县局直接发特批许可证。爹，县里直接发证，那咱家这证，你甭问，听着就是。既然销路解决了，大文签字。大文志，合同能给你，但有条件。县纺织厂2周后要发福利粮，急需5000斤1等精白米，厂里没底粮，你得挨家挨户去收原米。方略写的不好，就看半月之内这5000斤米能不能交上来。咽不下这口气，俺现在就去厂子把那破机器稀巴烂。站住！没脑子的畜生，那是大队的集体财产。明儿县里的巨普车就停在咱家门口，那咋办？就眼睁看着王大文把那5000斤米交上去。5000斤精白米至少得收7000元粮。爹，你的意思是明儿天一亮，你带上笔记先去收原粮，在王大文购价的基础上，每斤往上加2分钱。加2分？那咱家不是得赔本？目光短浅，这叫断他的粮道。咱们出高价，乡亲们还不疯了，抢着把粮卖给咱。王大文连一粒谷子都收不到，等他半月后交不上差，厂子还得回到咱手里，到时这粮就是咱的钱。爹，俺明儿一早就去。大文啊，厂子是拿下来了，科局长说要交5000斤米，那得收多少谷子啊？娘，你先吃饭，这事俺有打算。现在家里连买包盐的钱都没有，拿啥去收粮？这不是你今儿带去竞标的钱吗？咋没交大队？罗书记知道咱家底子薄，没收这钱，他敢约定等碾米厂赚了第一笔钱，再把承包补上。太好了，罗书记真是个好官。哥，那咱明儿就拿这300块去收粮，5000斤谷子，咋说也得700-800块钱。明儿一早，俺先去村口大树底下摆秤，能收多少先收多少。你心里有数就行。吃了，明儿还得早起。哥，你说今儿能收多少？能收多少算多少，咱价公道，乡亲们不会亏着咱。来了，哥，有人来了。老林叔，这边。大文，俺家这口粮原打算留着过冬，听说你按县里高价收，俺全拉来了。力保干道，老林叔，你这谷子晒得好。大文，你放心称，叔信你。收原粮，每斤在王大文的价上加2分。二柱，你家里机器都装齐，收粮干啥？王大文，俺家钱多烧得慌，收回喂猪喂鸡，你管得着吗？加2分，现钱，谁先来？老林叔，你不是说信俺哥吗？大文，对不住，1斤多2分钱，这一袋子就能多换2斤大肉。你们这是帮着李二柱坑大文。大翠，别拦，人家出高价，乡亲们没错，咱没本钱就得认。乡亲们，俺手里有县粮局的职工合同，俺给大家立字据，半个月后县局结款，俺按照他加2分1分兑现。大文，不是俺们不信你，白纸黑字哪有真金白银踏实？大文，还有14天，你在这儿慢慢喝西北风吧。走，走。大文，1天了就收回来这点儿，这连500斤都没有啊！李二柱高价收购，乡亲们全把粮调到那边去了。大文，婶子家里穷，3娃下个月要交学费，那几大袋口粮，婶子换给李家了。这点谷子是婶子从盐缝里省下来的，不要钱，你拿去凑个数。收进屋，明儿继续收，痛快。爹，王大文今儿在树底下蹲了1整天，连半车粮都没凑齐。叔，这真金白银都往外砸，啥时候是头？砸不了几天了。他王大人兜里那300块钱翻不起浪。富贵，
明儿一早挨家挨户去串门，把风放出去，就说王大文这厂子要是半个月交上米，就是违背大队合同。俺懂，俺就说他王大文欠了一屁股债，大队马上就要收回厂子重包，到时候连现记带职工合同，他王大文吃不下，俺们李家替他吃。面前收粮，比昨天再高1分钱。乡亲们排好队，当面点钱。别擦了，罗书记既保养好，随时能开工。开啥工？富贵满村嚷嚷你要违约，外头李家的收粮队伍都排到村口了，你斗不过李怀山本钱的。趁还来得及，拿着合同去县里找镇长，低个头把合同退了。退了，顶多落个办事不力，死扛到交不上米，那就是重大违约，县里追责下来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罗书记，合同签了就没有退回去的道理。你拿啥交差？拿着空厂房交吗？明儿俺就让他知道，在真正的买卖面前，李怀山那点现钞塞牙缝都不够。马主任，买你站里加工好的1等精白米，这50块钱能买多少买多少。大文，我这卖的精米可是官价，你到手出去连运费都挣不回来。马主任按规矩办事就行，给我开票装车。开票，去库房给他提50块钱的精白米。哥，这几百条麻袋全装泥巴，沉的要命，你到底图啥？大文，这要是让大队冲查出来，咱用泥巴冒充粮食，可是要蹲大狱的。娘，没人会来查，这叫正常。把防潮布扯上来，后面的麻袋全盖住，只露前面这几袋开口。这动静，大文的碾米厂开工了。白米，精白米，人家粮仓都快堆到房梁了。不收了，今儿先别排了。王大文，你这米哪来的？撵出来的。你放屁！你连粮都没收上来，拿什么撵？俺什么时候说过原粮非得从村里收？北坡村收不上来，外村也没有，镇上也没有。你从哪儿找的粮？俺有俺的渠道。你爹有人脉，俺王大文就没有。只许看，不许碰。看来大文真有路子，外村的粮都让他收来了。王大文，你该等着！爹，俺亲眼瞧见他敞着口的精白米码在门口，机器轰隆隆的转，里头的麻袋对比人还高。放屁！他王大文哪来的原粮？王大人亲口说的，他外带这渠道，咱家的钱全变成鬼。王大文肯定是去镇上下借了高来拿厂子当抵押，不然没法解释那些粮食。爹，这是咱家所有家底了。他王大文敢赌上命，咱李家还舍不得钱。明儿你去外村收粮，北坡村周边的村都摆上摊儿，每斤再加1分钱。去外村收，他借高来贷，撑不了几天。只要把方圆10里的原粮全买空，我看他那破机器拿什么赚。今天这出戏是把李二柱住了，可明天咋办？总不能天天开着机器烧空油吧？明天不空转，明天俺们真去收粮。就这一点钱，连半袋子谷子都收不到。不用多，明天一早你带上刘婶和赵老张，借辆板车去隔壁南山村。到了南山村，专找村口临街的门户，不用多收，收个2、3家的量，够咱这机器转半天就行。大老远跑去外村就收这么点儿？李二柱今天受了刺激，他认定靠外村的粮许命，他怕俺机器转，一定会把手伸向十里八乡。你记住，明天在南山村收粮的时候，只要看到李二柱带着钱出现，俺就跟他抢。你一句话别说，掉头就走，撤，把外村的粮也白白让给他。要的就是让他全吃进去。他不把最后1钱砸进园里，俺的网就收不紧。去睡吧，明天看他李家怎么把家底掏空。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见这种送钱的傻子。俺听说是北坡村老李家的人，大队广播一响，连隔壁小王庄的人都连夜往这儿推车呢。两位大哥，俺们按粮站的价，外加1分钱收谷子。妹子，你来晚了，前面那个冤大头加3分，现钞结账。俺们村的谷子全让他包圆了。别挤，排队都有份儿。赵叔，收车。啊，不收了。俺哥说了，看见李二柱，掉头就走。哟，这不是老王家的大丫头吗？跑南山村来捡漏了。李二柱，你收你的，俺走俺的，让开。回去告诉你哥，方圆10里的原粮，只要俺老李家在，你们王家连一根谷草都别想摸着。到底还有没有钱？俺们排了半天队，没钱俺们拉去镇上卖了啊！急啥？俺李家还能短了你的钱？空口白眼不来盐，没现钱，现在就去刚才那个丫头，人家给的也是高价。对，那丫头拉着板车肯定没走远，把粮卖给她去。不行，一粒谷子都不准卖给王大文。不卖给他，卖给谁？你又拿不出钱。粮留下，俺给你们打欠条，半个月后去北坡村李家拿现钱，1分不少。不干，白纸黑字顶个屁用！到时候你们不认账，俺们找谁去？俺家5间大把房，还有10亩好地全抵押上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真拿大宝房抵押？抵押，全抵押，只要有粮，全给俺过账，谁也不准去找王家。爹，方圆10里的原粮全在咱院子里，王大文那丫头连个谷子皮都没摸着，灰溜溜跑了。好，
他王大文去镇上借高来爹百搭，这回是死透了。爹，现钱不够了，这是打的欠家，以北坡村李回山名下5间大瓦房及10亩地做抵押。你拿老子的房子和地去抵押？不抵押，他们不给粮啊！他们说要去卖给王大文。爹，别打，打死俺了！畜生！你是把咱家的命跟咱全家上桌了。爹，你怕啥？王大文交份差，厂子和全归咱。这满院的谷子一拖，连本带带利全回来了。对，还有半个月，只要个少，只是咱赢。爹，给俺2毛钱打点盐。爹，家里就剩1分钱了，没钱买盐，就拿10年子拿谷子熬粥吃。要下暴雨了！这几万斤谷子全在露天搁着，一见水全得发芽宝宝。防潮布，去把家里的塑料布拿出来，被套、床单全给俺拿出来盖上。哥，这雨下的邪性，咱收的那几袋谷子，要不要再往里头挪挪？不用，咱的粮都在屋里。他李怀山要是不起贪心，不拿全部家当来断俺的生路，这大雨也淋不到他头上。泡透了，底层全泡透了。这可是用咱家的房子和地换来的呀，这可咋办啊？不能等了，等不到半个月了。去把驴车推过来，把最上面那几层没淋透的干谷子搬上车。爹，搬上车拉去哪儿啊？拉去镇粮站找马大海，不管多少钱，哪怕折1半的价，也得给俺换成现钱拿回来。快点搬！老李，你这谷子我看了，没湿抽，品相还行，但粮站这个月的收购指标已经满了。满了？马主任，俺按底价折1半。不是价钱的事儿，指标一满，上面不往下拨收购款，粮站账是空的。俺家外面全是要账的，拿不出现钱，他们要收俺家的和地。马主任，镇上谁还有能吃下这几万斤谷子？你给指条明路。10里8乡，手里攥着县里订单，既缺原粮又拿得出大笔现钱的，只有一家。哪家？北坡村王大文。卖给王大文？做梦！爹，不卖给王大文，咱家的房子可就镇不住了。俺李怀山就算把谷子全倒进南沙里，也绝不求他王家半句。走，拉回家，烂在院子里。爹，推不动了。爹，你看那牌子，外地粮商现款收粮。大兄弟，外地来的，收原粮不？收，你有多少？俺家有好几车，全是晒好的谷子。淋过雨，潮了，就上面这一层沾了点水，底下全是干的。潮过的谷子粘出来碎米多，俺只能出底价的1/3。大兄，这是抢劫啊！俺可是加了3分钱高价收的，这要是卖给你，俺连本钱的零头都拿不回来。不卖拉倒，俺等下一家。老板，大碗留步，俺卖1/3就1/3，你行行好，把俺家里院子里的几万斤湿谷子也一起收了吧。俺只要干粮，湿的俺1斤都不要。只收这15袋。这15袋干的，俺全包了，凑个整数，给你300块钱，现款现交，搬到俺马车上去。老板，你跟俺村那个窝囊废王大文真像，他当初也掏出300块，就敢在俺们面前装大爷。提那小畜生干啥？300就300，老板，只要没向王大文低头，今儿这肉俺哥高兴。签字，拿钱。走，回家。有了这300块，俺李家照样活。
哥，真让他拿走那300块钱？他家最后这点能换钱的干粮全在咱车上，这300块是给他李家7天后买纸钱用的。二柱，闻见没？爹，这是烂谷子臭味儿！放屁！弟，这是咱老李家发财的铜臭味儿！7天了，王大文连根谷子毛都收不着。今儿他交不上纺织厂的差，碾米厂全套机器连带地皮全归咱。爹，那咱院子里这些烂谷子正好拉过去当肥料，那300块钱就是咱开工的本钱。你俩灌马跳3傻了，外面全是来要账的，咱家连外墙都保不住了。要账的，等厂子到手，俺1分都不会少了他们。二柱，把爹那件中山装拿过来，沾了水把头发梳上。李怀山，半个月的期限今天到了，现钱拿来。好丧傻！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俺现在是去干啥？俺爹马上去接手北坡村的碾米厂，从今天起，俺们就是镇上最大的厂长。接碾米厂？你家院子都快昂出大粪了，拿啥接？王大文交不上货，厂子就是俺的。爹，这鸡咋还转着呢？那小程知道厂子要归俺，提前给俺试机器呢，算他懂规矩。王大文，时辰到了，赶紧把厂钥匙和账本交出来。这么多白米哪来的？李叔来的挺早啊，俺还以为你还在家里数那300块钱呢。老李同志，多亏了你深明大义呀！大文都说了，为了保县里的生产，你宁肯自己血亏，把家里最后的15袋好粮按底价的1/3就支援过来了。李叔，大文说那天泥路不好走，还是您和二柱兄弟亲自一袋袋把粮搬上马车的，受累了。什么白菜价支援，什么补缺口？俺那是卖给外地老板的。李叔，这收据你还认吗？你红闪！王大文，你敢炸俺家的粮，俺弄死你！放开！俺宰了你个小畜生！把钱还给你，把粮还给俺！全完了，俺亲手把粮送给他。李叔，要没你这15袋好粮补上缺口，今天这批货真交不上差。你补啥缺口？你粮食多的连屋都装不下，还来算计俺家这点粮？老张，划开。从半个月前起，俺手里1粒原粮没有，1分现钱也没有。这满麻袋黄鱼，全是摆给你李家看，是你的贪心，逼着你自己拿全部家当去抢高价粮，最后你又亲手送来这15袋原粮，帮俺拿下了全县的订单。公安同志，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！李怀山父子俩打白单骗了俺们村几万斤粮，现在1分钱都掏不出来。李二柱，群众举报你们父子诈骗，
跟我们走一趟。差呗！俺家厂子被抢了，你们抓王大碗，抓他！欠条上盖的是你李家的红手印，我这厂子证件齐全。李二柱，别狡辩，走吧。别过来，俺没钱，俺也不进局子。放下工具，抗拒执法，罪加一等。涉嫌诈骗还敢暴力抗法，带走。就为了不低那一个头，大瓦房扒成了平地，亲儿子送进了大狱。这就是咱家的报应。120斤干粮。大伯，现款现结，你点点。大文，俺们以后料全送你这儿来，再也不信啥白条了。乡亲们放心，俺王大文收粮，1粒粮1分钱，绝不欠大伙儿1分钱。爹，你咋自己出院了？俺正准备下午去接你。医院的张大夫说，俺住院的钱款，你昨天全给结清了。爹躺不住了，得回来看看。爹，你以后不用再省吃俭用了，俺把厂子建起来了，咱家的债全平了。好啊，咱王家的脊梁骨没断。大文，市里长期购销合同批下来了，字签了，这车就能发。